哎，我说你们俩在这交响乐呢吧？哎，我说刘大倩儿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跟着瞎掺和。你还有没有良心？我们俩都哭成这样了，你还不安慰一下？就是啊，我发现你这人最过分了。我们俩到你们家是来求安慰的，你看你那样，你就这么看着我们俩难过是吧？你的快乐是建立在我们俩痛苦上吗？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？哎，我就纳了闷了啊，你们俩是不是心里有感应了？这倒霉都倒到一块儿去了啊？说，是不是准备把我排除在外了？本来是没有排除的，看你当下的表现，就这么定了。一路平安，拜拜，不送了啊！还说什么呢？这是我家，你们两个没良心的东西，又不是我欺负你们，禁止把负面情绪发泄到我身上啊！那你倒是出点宝贵的意见，你不是号称自己是专家吗？那你呢？有你什么事儿啊？在这瞎起劲？我也没说我有事儿，好像我确实也没什么事儿。哎呀，我这一脑门子的事儿，也不知道从何说起。你还是先安慰这小妇女吧，她情绪比较波动，有一点要自杀跟要杀人的冲动。其实我觉得吧，这男人包个小三儿养个情妇，其实也没什么的。你看你，你看他那没出息的样儿。我老公都在外面跟别人开房了，我能淡定吗？吓死我！对不住啊，我没 hold 住啊。那我问你，要是你老公出轨劈腿了，你怎么样？如果要是我呀，别的先不说，肯定以牙还牙。我先去本市最牛掰的地方，先做一头发，然后再敷一面膜，然后找一个情趣用品商店买一特别性感的内衣，然后回到家呢，准备一个非常浪漫的烛光晚餐，最多不能花超过400块钱。然后呢，等着这臭男人回到家，一推开门，看见我这么妖娆，这么美丽，这么性感，保证他吃惊的张大了嘴，那嘴张大肯定能一口塞下一鸡蛋，然后深深的忏悔自己有眼无珠，然后对着灯发誓说：老婆，我这辈子只爱你，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。你比杨洋还贱。说什么呢？重点来了啊！然后第二天呢，他刚刚被我这种美丽吸引回家的时候，就会有一个从山峰到谷底的过山车才刚刚开始，我就给我的初恋小情人打一电话：喂，你最近在干嘛呢？我很孤单，很寂寞，可不可以出来陪陪我呢？于是，我的老公在家里望眼欲穿的等了我1个晚上，可我呢，在外面快快乐乐的跟我的小情人私会。这女人真狠，这种主意我绝对想不出来。我跟你讲啊，这还不算完呢，等到第3天呀，我就去写一篇名为《怎样制服我花心老公》的文章，然后发到报社，最起码能赚5000块钱，而且稳赚不赔，知道吗？知道这叫什么吗？精神和肉体以及物质上的大丰收啊！杨洋，领没领会他刚才说的精髓啊？你手机里还有没有你初恋男友的电话号码？你们俩去死吧！一点都没有可操作性，这种不为人耻的事儿，就只有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才做得出来，一点都不适合我这种纯情少女。哟，那我还真没辙了，谁让我还没结过婚呢，没经验。哎呀，你们说这现在是什么世道啊？做个女人怎么就这么难呢？现在的女人，出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斗得过小三儿，还得能打流氓。什么时候这女人的社会地位这么重要了？哎，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。
谁让我们家杨大小姐非得玩闪婚呢？对人家什么都不了解就以身相许了，活该你现在受罪。听我的，回去就跟他离婚，早离早解脱。你们俩聊吧，我还是去酒店住，省得你们在这挤。哎，坐下。就是哪儿啊你？那你们也不给我好好的想办法。这不跟你开玩笑呢吗？办法是要慢慢想的，好吗？那你们俩真的好好的帮我想想办法。你听我的，别听他的，他的太长我都听不懂。我的非常简单，你记好了，很容易。一哭二闹三上吊。切，现在男的早就不流行这套了。我还有新的，分房分车分存款。有效，但不是目的。我不是还是希望不要分裂家庭吗？大姐，你事儿也太多了吧？我只有这2招。喂，你不是专家吗？你给我提点专业的、建设性的意见好不好？哎，什么老三样旧三样的，你就回家直接跟陈树峰说，你要再敢劈腿，老娘就要了你的命。学习，简单粗暴。哎，这越简单越有效果。陈树峰也算个有钱人吧？相当算。是啊，你得知道他的心理。这有钱人怕什么呀？啊，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？这人没了，钱还在，那多痛苦啊！有道理。反正我一无所有，光大腿的不怕穿丝袜的。他陈世峰要是再欺负我，我就噗砍死他。苏玉老师，教唆犯罪了。洋洋，我就是随便那么一说，你真别往心里去啊。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，我记住了。积极酝酿，实施中。算了吧你，为了安全起见啊，我还是给你提点和谐的意见吧。我给你讲一故事，是这样的啊。整个世界背在身上，你说沉不沉？哎，我可不是你女朋友啊，这话说的有点滥情啊。不是滥情，我是爱心泛滥。感情你觉得自己在献爱心啊？你必须是因为惭愧。刚才要不是你追追打打的，我的脚能崴。好了，不用小气嘛，还疼不疼啊？不用了，不用擦。要不然，先下来歇会儿。没事，我平常做运动的。再说你也不是很重啊。哎，明天你要是腿疼了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。哼，小时候你是不是不乖挑食啊？现在这么瘦。谁说的？我小时候很乖的。哦，你真的乖？那我问你呀，是我乖，还是你乖？你真看得起我？我没女朋友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看我今天给你的温暖能不能打动你了？还差一点点。我很多人追的。好，好吧，那我继续努力，加油！琳琳，我曾经不止一次的炫耀，我和你的爱情是美丽、纯洁。
和高人一等的。但是，现实总是逼得我心灰意冷。我痛恨这现实，我只确信，贫穷是守不住爱情的。我又失业了，我撑不住了，我不想拖累你，所以，我决定离开你。我跟人去香港，不敢想未来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回来。亲爱的琳琳，就当我从来没有在你生命中出现吧。啊，真是的，他怎么跑到我的梦里去了？真是乱七八糟。喂，哎，陈鹏，你今天出院呀？好啊，那我知道了。嗯，真是两个不省心的家伙。喂，我是。哎，我老板。什么？找到了？行行行，我马上过去。喂喂喂！昨天对我做了什么？视频都上网了。哦，无聊，快起来，我要去趟无锡。去无锡干嘛？出差啊？找到孟青了。你不是说你不准备管玉敏和刘琳在一起吗？
也许是吧，如果可以的话。还去无锡找孟青？我找他是有原因的。你还爱他？不会吧？别学我。爱过他，但是曾经了。哦，那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？我是放不下我自己的心。他是我心里始终解不开的那个结。我要是不打开它，我就没办法往前走。你也是一样，你必须看清楚心中的那个结，到底是谁。上班以后啊，进医院看病治伤倒是有几次，第一次有美女来接我。骗谁呢？我才不信呢。真的没人要了？那只能说明你人格上有缺陷。我这个人的缺陷呢，就是太完美，太完美的人啊就没有魅力。过了，收。哎，还疼啊？哎呀，一点点。慢点。啊。干嘛呀？你不老说我是癞蛤蟆吗？我现在想要吃天鹅肉，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？胳膊不疼了是吗？如果抓不住你这个天鹅，我会更疼。我希望50岁以后能这样牵着你的手，一起看海，一起看日出，这将是我人生唯一的追求。哎呦，这小老太太今天怎么这么勤快，把屋子收拾这么干净？吹的什么风啊？猜错了，还真不是我收拾的啊！得了吧，不是您收拾是谁收拾的？这5星级标准必须是出自于我妈的手啊！哎，林啊，我问你，你要找这么一个男人，就这小死样的，你嫁不嫁？这样的啊，你前边扔，他后边收，你一回来就可劲造势，他在后边麻溜的就给你收拾，就这样的男人，那必须得嫁呀，是吧妈？只要不是长得太丑，不，你姑娘我降低标准，只要能看，这辈子我就将就了。那要是一帅哥呢？老帅了，那不是买彩票中头奖了？对呀，妈，这事儿咱也就想想就算了啊。您闺女，我这规格，还得辛苦您再多辛苦耕耘几年啊。您放心，可是我一定会努力，把这个时间跟距离给它缩短了啊。林阳，哎，我告诉你，妈从此以后再不耕耘了。我告诉你，你找着了，真的找着了。找着什么了？彩票中大奖了。妈，我呀，就是跟您随便这么一说，您千万别太往心里去啊，别激动，淡定啊。不是林，你刚才说那话算数不算数啊？啊？算数，算数。那妈告诉你，这房子就是你中那大奖给收拾的。我的大奖啊？谁呀？露西诺呀。咋的了？
根据我的经验呀，这露西诺8成是该送礼了，表达爱意。苏大娃，我怎么还是感觉这心里边没底呀？还犹豫什么呢？人家可送礼了。大倩儿，听我的准没错。可这招什么欲拒还迎，声东击西，会不会有点过了吧？出其不意才能一击即中，我们在精神上支持你，等你好消息，快点去吧。要走了？哎呀，我正要叫你出来呢。哎呀，看看怎么样？这什么呀？傻孩子，我不还是为了你的事儿吗？哎呀，你可不知道啊，妈妈这次可是下了血本了，这脑细胞都损了半打啊！你这是要给西诺哥的舅舅送礼呀？是啊，你可不知道送礼啊，那是相当讲究啊。轻重得当，这要是送轻了呢，显得我们家人好像小气啊，不够有诚意。那要是送这些鲍鱼、鱼翅、海参、燕窝什么的呢，那这是贵重，可是又好像显得我们巴结人家似的，反而自降了我们自己的身价。所以妈妈就冥思苦想，思前想后，最后决定混搭，轻重单位。哎呀，西诺舅舅一定不会有话说了。这太多了嘛！你看你那这么多干嘛呀？阿敏呐，你这个脑子能不能转弯啊？是，这礼物是多了点，可是你有没有想想，妈妈为什么方方面面准备这么多礼物呢？这些都是小白鼠啊，小白鼠，试验品，这不是方便你察言观色吗？咱们到时候看他偏好什么，咱们就主攻什么。妈，我觉得啊，你这样太兴师动众了。你看那须诺哥的舅舅，他也不像这种贪小便宜的人，是不是？你一说这话我就生气啊！你就气我吧你，我担心你呀！你说你都多大了，这么单纯啊，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。妈告诉你啊，这表面上看上去越是风轻云淡的人呐，这内心越是惊涛骇浪啊！你怎么知道他不喜欢这礼物啊？我告诉你，如果这次我们不把礼物送到了，那今天晚上陆妈妈那儿就接到小汇报了。妈，我上班了啊！哎呀，等会儿你急什么呀？妈妈没说完呢。这些东西只是防患于未然，那你以为光是送礼物这么简单的事儿吗？妈告诉你啊，你今天去了之后呢，一定要多说一听好听的话，多说一些漂亮的话，这样呢，让他对你的印象啊，深深的刻在他的脑子里。这样呢，他回到西诺妈妈那儿啊，在他的面前美言你几句。阿敏呐，到时候妈妈就该给你做嫁衣了。妈，我真的该走了。好，走了，等着，来，拿着啊，这些东西都得拿着啊。来，机会就在眼前，我准备一定要抓住机会啊！怎么拿这么多？拿着，走，没问题。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而准备的。西诺，舅舅的好外甥，最亲的外甥，你就让我跟你去无锡嘛想都别想，这个不行。哎呀，你知道吗？这旅游啊是看缘分的啊。无锡，你风景秀丽，胜似天堂。我闭上眼睛啊，就感觉到你在那江南的蒙蒙烟雨中向我招手。我突然感觉到我的缘分来了，一场新的旅行在等待着我啊！
舅舅，您都是环游过世界的人了，这样的缘分，以后还会再有的。那不一样啊！西诺啊，你看舅舅这次回来啊，忙前忙后，跑这个跑那个，哎呦，我吸取不到旅行给我带来的精神营养。哎，你看看舅舅这眼角啊，都起皱纹了。哎，你再看看舅舅这脸啊，皮肤也不如以前了。哎呀！你就忍心把你可怜的舅舅一个人扔在家里，你自己去游山玩水？舅舅，谁跟你说我要去游山玩水的？那也没关系啊。到那儿以后，哎，你忙你的，我玩我的，哎，咱们俩互不干涉啊。哎，你就带我去吧。啊，有人来了。Hello, beautiful girl， 咱们又见面了。哎，你们俩认识啊？当然了，这是我跟他之间的缘分。来，拥抱一下吧。哎，舅，关于礼貌问题，我一向是很讲究的。你是来找他的？哦，对。我是来找他那个。啊 ，no， 不要解释，我懂。隐私问题啊，你们两个单独的聊聊。我回避。啊，对了，我回避。进来吧。怎么？你是来负荆请罪的？别没头没脑的，我有什么罪？我等了你一天，结果你跑到酒店跟人私会去了。那人谁呢？别胡说八道！在不知道事情真相之前，不要胡猜。这个还给你。是因为他？你送给我这个礼物，什么意思？那你把它还给我又是什么意思？用你管。从今以后，我还真就打算管。你是真的想追我吗？你送我这些礼物，是又怎么样？哎，干什么？家里还有别人呢。玉棉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去追他呀！你让他走吧。可是他什么都看见了。我知道。你不怕他出事啊？我怕。可是他要学着自己长大。更何况有些事情，早晚有一天他都要面对。可是他那么爱你，他还那么信任我，我们两个这样对他，他会不会很伤心？那好啊，你去追啊。你打算跟他说点什么呢？你是要解释
咱们之间什么都没有，还是你打算把我出让给他？有没有人跟你说过，你手足无措的样子更可爱？这么贵的东西，说扔你就扔了，装什么小骚？就怪你，要不是因为你说我干嘛去找陆西诺啊？我要是不去找陆西，关键还被玉米给撞上了。哎呦，他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那你说我这样，算不算是个不道德的女人？老天呐，求你保佑，千万别让玉米出事！我不想做一个没有道德的女人。你傻了！妈，你吓死我了！你还吓我一跳呢。我跟你说，林，这感情这事儿没有什么道德不道德的。你怎么又偷听我说话？您下次进来能不能先敲一下门儿？哎，你是不是准备鸣锣宣战了？宣什么战？妈，你别跟人瞎搅和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哟，呵，哎，妈耶塞，跟你妈装可劲儿装，啊！我跟你说，你记住了，妈跟你说的那个，东风必须压倒西风。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公平竞争了？啊，妈，我还记得您跟我说过呢，我就是一西北风，只配在人山头上，匆匆吹过就没了。跟妈说正经的。哎，你们俩那关系，是不是进一步的发展呢？是，妈，你说的特别好，你说的都对。妈，都是为我好。对，你是我亲妈，能不能让我耳根子清静清静？说不定我就有时间能想想面对我这惨不忍睹的现实，是不是？而且我还能痛定思痛呢。妈，来，起来，我争取啊，这一咬牙一跺脚，您预计的未来没准就提前到来。我跟你说，不是妈说你啊，你早就反省反省了。我反省，不是你说妈，这都是为你好，妈知道吗？哎呀，多大的事儿啊！你还惨不忍睹，你听妈说完，我真是我争取早日大彻大悟，早点步入婚姻的坟墓。这就对了。什么？你说你这孩子瞎说啥呢你？啊，麻溜的，呸！哎呦，我的。
刚买下来的会所。老板，老板，这我已经挑选好的一个5维写字楼，您看还满意吗？多少平米？340平米，每平米每天租金是4块6，总体算下来月租金是46920。好，就这间吧。是，那我这就去办。气派啊！哎，等公司开张了，我最起码也算是个2老板吧？必须得算。那你也得给我派几个手下的。等香港的人马过来，全归你管。Yes， 啊，这是有扬眉吐气的感觉。哥，光宗耀祖，让你老妹我也享受了当有钱人的感觉，真好。哥，我要买一堆化妆品，全是名牌的，放着不用等过期，然后再买2栋别墅，一栋住人，一栋开轰趴，再修2游泳池，一个洗脸，一个洗脚。哼哼，只要你喜欢，什么都可以，不用急，好事慢慢来。伟大的咱妈生了我伟大的哥哥。哥，我发誓，我是用生命在爱着你。哥，我敬你。就是这儿。是这儿，绝对没错。条件差了点儿。那他情况怎么样啊？我找到他的时候，他就已经……哦，这位就是他的主治医师。你好。你好。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？去道个别吧。许诺，是你吗？是。我知道你会来的，不管我在什么地方，就算是没有人知道的角落，你也一定会找到我的。我来找你，是因为你欠我。本来想这辈子还你的，但是现在只能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我不接受你这么没诚意的道歉。你欠我那么多，是一句简单的对不起就能还清的吗？我欠你的，没时间还了。但是你发现，我都记在这里。下辈子，换我来找你。如果相见不会太晚。你欠我那么多，是一句简单的对不起就能还清的吗？我欠你的，没时间还了。但是你发现，我
都记在这里。下辈子，换我来找你。你别说了，我是来追债的，我不是来收欠条的。你要真想还我，就请你打起精神，好好的活下去。你不恨我了吗？我恨，所以我才要你好好的活下去。你要让我随时找得到你，你才能在良心的谴责下把一切还给我。希诺，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特别高兴。经历了这么多事儿，你还是我原来认识的那个希诺。你的外表还是那么的坚强，内心还是那么的清澈柔软。你这么了解我呀？你是为了爱我，还是为了再次欺骗我？出事以后，我一直重复做着同样一个梦，梦里面的阳光是如此的灿烂，你带着微笑一直陪着我，我看着你微笑，看着你睡觉，看着你像孩子一般陪我打闹。无数次我都想去牵你的手，可是只要我一伸出手去摸，梦就会突然醒了。都说执子之手才能与子偕老，可是你我之间并不是说爱就能爱的。你和我这辈子都没有办法接受，也许这就是我的命吧。我也，但是我不恨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问我自己，为什么我这么专情对你，换来的是最无情的伤害。我一直想要你一个答案，好让我的心能放下，继续前行，好让我不再自虐似的全世界找你。可是你选择了沉默，受折磨的不是只有你，还有我。许诺，许诺，我答应你，我再也不跑了，我就在这里，在你清楚知道的地方。可惜一切都太晚了，没有人回得到过去了。这一刻，这一刻，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。
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一切的幸福，都是要用生命来交换的。可是我真的不后悔。许诺，许诺。只有默默的祝你幸福。如果相见不会都说，只有经历过生死离别的人，才能在泪水中得到解脱。许诺，为了你，也为了我，你忘了我吧。快快乐乐的不会纠缠，过得好简单。我就是要你记住，无论你爱的是他还是我，你永远都是我的男人，也只能是我的男人。你可以选择放弃，但我绝对不会放弃我的选择。老公，我就是想让你知道，我会努力的做一个好妻子。你的需要，我会认真的去完成。以前发生的事儿都过去了，我都忘了。但是，从今往后，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安稳的家庭。你必须看清楚心中的那个结到底是谁。老公，我想跟你解释一下。不用了，该解释的人应该是我吧。洋洋，你的隐忍，你的委屈，其实我心里都知道。你知道了还要伤害我？所以，我想要找个办法，把伤害减到最低。你什么意思？
你还记得这卡吧？里面原本有80万，你拿了50万，剩下的30万我没有碰过，密码也没有变，全给你吧。还有那个房子，如果真的转租出去，钱也不用还我了。你是在打发我吗？我是不想再伤害你了。我们还是离婚吧。这是我最后一点自尊了。陈世峰，我告诉你，是我杨洋要离这个婚的，不是你甩了我，是我不要你的。你有什么好啊？值得我去争，我去抢？像你这样的男人，我才不想要呢。你想过吗？也许我们的认识是错的，不计后果的闪婚，真的是错上加错。对，你说的没错。没有爱情的婚姻，还不如分手呢。洋洋，我们离婚之后还可以当朋友吗？谁跟你当朋友啊？你都把我伤成这样了，你以为玩游戏呢？好吧，我知道了。房子留给你。陈总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怎么比不上丁娟了？从认识你的第一天开始，我就掏心掏肺的对你好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洋洋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陈什么？好，你以为我洋洋离开你活不了是吧？我答应你。
2121、2122、2123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本姑娘浪费外面大好的春光明媚，浪费我大好的青春，等了你20分又22秒，你能不能有一点反应啊？怎么就没？是不是这信号不好？信号。 哎呀，还款通知，气死我了！不靠谱，不靠谱，世界不靠谱，男人，尤其是那个男人，更加不靠谱。你说，把我的包给我。谢谢。找什么呢？我的手机呢？你刚才听到我的手机响了吗？没有。手机哪儿去了？哎，不在这儿吗？啊。怎么了？又丢了魂了吧？没有。 知道你在等电话。我不是在等电话，我是要打电话。嘿，哎，姐。喂。你先等会儿说，你让我猜猜，你是不是想我了？啊，我是想让你帮我个忙，帮我约个人。约人？约我哥吧？嘿嘿嘿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儿有第一手绝密资料，我别人不告诉，就告诉你，我哥他去无锡寻美了。 哦，我知道，他去无锡不寻美，还能干什么呀？啊，你知道啊？嘿，看来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处的不一般哈。好了，不是这个事儿，我是想让你帮我约一下你爸爸。啊，约我爸呀？好，反正他也没事闲着呢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你约我爸。 怎么了？哎，是不是你灿灿爹今天格外的帅？说吧，老实交代。交代什么呀？我已经跟你解释100遍了啊！尽管你灿灿爹啊是天生丽质、英俊潇洒，哎。 但是我向你保证，我绝对没有做对不起你和你妈的事情。不是这个，别的事儿说。不是这个，那是什么呀？你是怎么认识刘琳的？啊，哼，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呀？你灿灿爹，我的魅力
你还不知道吗？拿的什么？哟，铅笔店。嗯，约在那儿，什么意思？哎，什么意思？哎，你。自闭症现在不能称之为不治之症了，但是呢，病因医学界还是没有攻克，暂时没有特效的疗法。自闭症的儿童呢，脆弱敏感，大部分的时间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甚至很少与人沟通。所以呀，如果决定领养亮亮，那么将来你在他身上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爱心。领养绝对不是儿戏呀！希诺，我知道，这辈子我欠你的已经太多太多了。可是亮亮，他是我带到这个人世间的，我是他的整个，也是唯一的世界。我走以后，亮亮就拜托给你了，请你无论什么时候，都要拉紧他的手，不要放弃他。谢谢你，希诺，谢谢你。放心吧，我
我会好好抚养他，一直等他长大成人，一直等我再也没有力气照顾他的那一天。梦清，希望你在那个世界可以放下所有负累。你不欠我什么，所以如果有来生，请你也忘了我，别再为任何人活着，只为你自己而活。走吧。嗨，表父哥，南叔你来了啊！我是想，让我猜猜看，啊，据我以前的目测呀，你和希诺的关系不一般。没有。又据我刚才的观察呢，哎，你在这个店里打工，没错吧？我只是兼职服务员。嗯，那就对了。综上所述，据此推断，希诺，你，还有这个店的老板，你们3个人中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哎，关系肯定不一般呐。哎，更奇怪的是，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，你竟然把我约到这儿来。哎，咱们是不是得找个地方密谈呢？密到什么程度？福尔摩斯看过吗？没看过。大侦探波罗，知道吗？哎，那摩斯密码总知道吧？哎，李叔回来了啊！怎么样？这提拉米苏好吃吧？好吃。提拉米苏好吃啊！我们真得密谈。看懂了啊？李叔，嗨，我说，你们怎么认识啊？因为金谷啊，他是金谷的爸爸，我是金谷的兄弟。对呀，他跟我们金谷是哥们儿，所以我们之间也是哥们儿。这不，李叔，如果一会儿不太忙，我能跟您请个假吗？行，你就忙你的事儿啊。谢谢李叔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拜拜！哎，我说金泰，人有事你跟着去干嘛呀？啊，那个，哎呀，拜拜！李叔生病的时候，希诺还偷偷跑到医院去看他呢。其实他们2个是经常见面。哎呀，难过，你说的让我心里很难过。其实我表姐夫和希诺就差那么一点点儿。哎呀，这比擦肩而过更令人伤感。哎呀，没想到他们2个人近在咫尺，却形同陌路，可怜呐！其实我知道，李叔心里面是很想希诺的。哎，就是李叔自己不知道，他心里最惦记这个人，其实就在他身边。不过你不知道，即使他知道在他身边，他们也不可能相认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要知道，让希诺和我表姐夫相认，那几乎是
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为什么？这么跟你说吧，我表姐夫不知道希诺是他的儿子，所以没法相认，对吧？那么希诺呢？按你说的，他的心里应该知道我的表姐夫就是他的爸爸。可你说，希诺为什么不相认呢？我只知道一点，希诺的心里一直有一道坎儿，他觉得当年是李叔抛弃他们母子两个，所以他心里一直没有办法原谅李叔。唉，可是我总觉得李叔应该不是这种人。对，你说的没错。这是个误会。也不算。其实呢，事情的真相是，当年我的表姐想让希诺有更好的生活，所以她主动地离开了我表姐夫，带着年幼的希诺来到上海打拼事业。参叔，那我们赶紧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希诺。怎么说啊？啊，跟希诺说，我表姐这些年一直在欺骗他。其实，我表姐也不容易，她就是为了不想让希诺对他爸爸有更多的牵挂，才不得已撒了谎。那该怎么办呢？如果让李叔知道，其实希诺一直知道他是他的爸爸，就是因为恨他，所以不认他，那李叔得多伤心啊！这样对他也不太公平。可是，如果告诉希诺，这么多年都是他妈妈在骗他，那希诺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妈妈，是吗？哎，好矛盾啊！丫头，我真的没有看错你。哎呀，你真的是聪明伶俐。哎呀，跟你说吧，如果他们真的父子相认，那么伤害的必定有一个人。哦 ，no， 有可能是两个。那还有别的办法吗？办法嘛，倒是有的。有办法，千人说，快说呀，什么办法？那就是顺其自然。这叫什么办法呀？哎，丫头啊，有时看上去不是最好的办法，往往是最好的办法。哎，对了，丫头，刚才一直是你问我答，对吧？现在咱俩调换一下，啊，哎，调过来，我问你答，怎么样？我有什么好答的？哎呀，丫头，说说吧，你跟我们家那个小诺诺怎么样了？没怎么样。啊？还没怎么样？哇，哎，那天啊，我看见你们两个人，哎呦，还说没怎么样。你看见了？耶！你怎么能看见呢？哎呀，哎，不过我要声明啊，我可不是故意看。那天呐，我只不过是偶然的那么一转头，哎呀，一个浪漫的电影就出现在我的眼前。哇！哎不，参赞叔，你就当是看电影，看完了散场了，你赶紧忘了。哎呦，那怎么能忘呢？哎，别说，你们那个比电影要精彩多了。哎呀，哎，丫头，你说说，你们那个浪漫的小电影有没有续集呀？还有什么精彩的后续呀？什么续集？什么都没有。参赞叔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我跟他什么事儿都没有，不是那样的。真的什么都没有？啊。那你今天约我出来，不就是为了希诺的事情吗？怎么是为了希诺呢？我今天找您来，
不是为了李叔吗？哎，对，是为了李叔啊。怎么是为希诺呢？哎，可我表姐夫是谁呀？他是希诺的爸爸。啊，你跟希诺又……哎，小丫头啊，你的心思不说，你看得出也看得出来。只不过呀，我真没有想到，你们两个竟然如此两情相悦。哎呀，我们家水管坏了，我约好物业来帮我修，我给忘了，我光跟你聊了，我得先回去了，李叔。啊？灿叔，我先走。哎，丫头，你还没回答我呢？啊？我对他的事情很上心吗？哎，不是吧？那只是表面上看上去而已。哎，还是没有消息啊。我得澄清啊，我可不是在等那个占了便宜就走没良心的电话，我是在等，我等，反正是别人的。哎呀，烦死了！我就是在等他电话，我就是在等那占了便宜就走没良心的电话，又怎么了？难道似乎的确？难道我？洋洋，你这个时候打什么电话呀？怎么了？又出事了？你先别哭，你在哪儿呢？好，我马上过来啊！好了，别哭了。我真没想到，有一天我杨洋会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小野猫上位，我败得一塌糊涂。我真想戳穿我。哎呀，什么小野猫不小野猫的，人家两个人可是好几年的感情，你呢？先闪婚再恋爱，这一共加起来的时间还没有人家一零头多。要我说嘛，你这婚结得糊涂，离得也荒唐，整个一闹剧。我找你是来安慰我的，谁让你来伤口上撒盐的？我都这样了，你有没有良心？小鸡仔，我还真不准备安慰你。这点事儿你还想不明白吗？离都离了，离了你就不婚了，难得明白。我就是不明白，为什么受伤的都是女的？女的的心是棉花做的，男的的心就是铁做的吗？女的的心是棉花做的，男的的心就是铁做的吗？我的小心脏一阵一阵的弹着棉花。呦，打住啊！这婚都离了，就别作践自己了啊！别拦着我，就让我自己把自己活生生的弹成棉被吧。行了，别折腾了，大热天的，弹什么棉被？杨洋同志，真不是姐妹儿我心狠，我要恭喜你，恭喜你摆脱了爱情的牢笼，远离了那个人渣。哎呀，不就是一场失败的婚姻吗？咱也不能从薛宝钗变成林黛玉吧？哎，这弯拐的也忒大了啊！六玲儿，你帮我把门打开，把他扔出去。我才不去呢，是你打电话把他叫来的，自个儿解决。我让你们两个来是安慰我的，不是在这看着我痛苦还幸灾乐祸的。哎，
其实要我说吧，这安慰是有很多方式方法的。你觉得我跟苏大腕抱着你抱头痛哭就能解决问题吗？解决不了。我承认苏大腕有时候说话是以毒攻毒，但是有一部分还是能提取出精华的。你现在已经离了婚了吧？生活还得继续吧，日子还得过呀，是不是？你现在必须要理清思路，冷静，清醒。怎么冷静啊？这房子怎么解决？这房子我是不想住了，里边全是我跟陈淑峰生活的影子，我在这儿多痛苦啊！等我找到房子，我就搬出去。你看咱俩，一个离异少妇，一个大龄剩女，不然我住你家去，咱俩过得了。哎呦喂，小姑奶奶，我跟你说，你快打住吧，这话要让刘林妈听见，别说你搬他们家去，离她最少200米远。我妈真能干出这种事儿？哎呀，我说小鸡仔，咱俩现在的情况，一个是离了婚的，一个是想恋爱恋不了的。我觉得你现在得多跟苏大碗靠近，他现在正在热恋中，沾点喜气。哎，恋爱怎么了？我也一把年纪了，好吗？哎呦，我记得原来谁曾经说过，我找老公非富即贵，是吧？现在公司小经理就把他搞定了，这何解释啊？恋爱面前无解。我以一个过来人的经验之谈提醒你，恋爱可以谈，但是千万不要跟他轻易的就结婚了，否则你将是第2个我。没听说过吗？大女不嫁愁坏娘。你想我妈愁死是吗？就说你自己想以身相许得了，还往你妈身上推。哎呦，想结婚是没错，但是要有底线，不能像狐狸精一样破坏人家的家庭，对不对？感情这成熟女人的婚恋观呐，都是从失败的感情中提炼出来的。你们俩也别挖苦我了。我是失败了，但是至少我走入过婚姻，不是最后留下那一批。哎呦，挤兑谁呢？我可听出来了啊！什么情况啊？啊，虽败犹荣了，不伤心了，不弹棉花了。你们先别说我了，你们真该反省一下自己，多大岁数了还没把自己嫁出去，都等着别人来爱你疼你，哪有那么多好事啊？等，生齐天大圣了。唉，这越等吧越着急，这越着急越降低标准。我觉得呀，这好女人最终的命运啊，都是便宜了那些歪瓜裂枣。你是在说你自己吧？这话要是让陈鹏听见，他的心会不会碎了？陈鹏的心碎算什么呀？我的心都麻木了。你们2个到底是不是来安慰我的呀？哎呀，我说呀，你就别指望我了，我这掉进万丈深渊，还没爬上来。有情况，快说说你的痛苦，好缓解我的痛苦。你还说苏大腕呢？你跟他一样没良心啊！哎，还不是上次说的，就群聊的那事儿。哦，大树底下浪漫一吻。什么浪漫一吻啊？就是强行霸道的强吻。我说刘大倩儿，你不会还夜夜回味，尝尝咂巴嘴儿，等着再来一次？什么呀？人家都出差了，去无锡了，都去好几天了，一直都没跟我联系。不能够吧？没看出来呀，他还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。该不会是欲擒故纵，若即若离吧？切，我看他是鲤鱼找鲤鱼，龙虾找龙虾，典型的物以类聚。他天天跟陈淑峰混在一起，能是好人吗？陈淑峰就是个混蛋，他能是好人吗？我说，这哪是为我打抱不平啊，歇斯了。杨洋同志，
你在晋级怨妇的道路上，我们有心无力，无法阻挡。喂，小孩是谁的？孟青的。你跟他的私生子啊？孩子是他的，但不是我的。哦，吓死我了！那人家孩子你带来干什么？孟青呢？走了。哼，又走了。这次走到哪儿去啊？血癌。所以你这次去无锡，就是为了他？这些年，我知道孟青的男人罪有应得，被判了死刑。他一直过得很艰难，真没想到，他已经过得这么艰难了，还带着这么个孩子。所以这个小孩就是无父无母的孤儿了，还蛮可怜的。而且他刚出生不久，就被医生断定为先天性的自闭症。我已经答应孟青了，我会收养他。不会吧？他叫什么名字啊？亮亮。亮亮，亮亮 ，Hello。医生说过了，亮亮的语言交流有障碍，更不愿意与人讲话。对于语言的理解，还有非语言的沟通，都有不同程度的困难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会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来抚养。可是，他跟你非亲非故的，现在又这个状况，值吗？那你为了丁娟，跟洋洋离婚了，你觉得值吗？兄弟，我跟你说这个话，是为你好。我知道，可是每个人在自己的心里面，都会有某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人。他是孟青留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希望，现在又是这样的情况，你想想，我要是不管他，他未来的日子该是什么样啊？流落街头，任人欺凌。树峰，我做不到啊！我也不能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在他身上。陆西诺，你能不这么善良吗？把所有责任都扛在自己身上，累不累？嗯。这就是你以后的新家了。到家喽。西诺，哥回来了。哟，孩子，爹，这孩子。我累了，有什么问题明天再说。走。不是，哥，你等会儿。不是，你哭的这那个什么，我问你哥，你去无锡也没多长时间吧？啊，怎么就突然带着一孩子呢？
不会是你的吧？不是我的。捡的？那你这爱心有点泛滥了啊！你得赶紧报警啊，你知道吗？你找人亲爹亲妈，是吧，参大姐？没错。哎，你不愧是我的儿子，分析得很清楚。行了，正式跟2位介绍一下，他叫亮亮，从今以后住咱们家了。啊？这很晚了，有什么问题明天说。走，来，我们上楼啊！不哭啊！来，乖，不哭了啊！来。那参大姐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哥去无锡没多长时间啊，不会是让美女蛇给迷了吧？这习性有点大变啊！就住在这里。西诺，这孩子不会真的是你的吧？我说过了，这孩子不是我的。那，哎，你跟舅舅说实话，这孩子到底是谁的呀？孟青的。孟青，西诺，你很晚了，我累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哎不，哎，西诺，孟青这。喂，嗨，Lovely girl，Morning。啊，灿叔 ，Morning，什么事儿啊？大事儿啊！西诺从无锡回来了。啊？陆西诺回来了？啊，这个。啊，他回来算什么？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当然是大事儿了，而且事关重大。哎呀，不行，我得理一理思路啊，看看怎么跟你说合适。这样吧，等我想好了，我再打电话通知你啊。你等我电话啊。哎，喂，搞什么？陆西诺回来了。不要一大清早总是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我早晚得给你吓出病来。哎呀，至于那么胆小吗？啊，做啥亏心事了？我能做什么亏心事啊？啊，在您的监控下，我能逃出您的法眼吗？您呐，我说一句，你指定10句在那嘎达等我呢。啊，麻溜的吧，别磨叽了。要再不出门，我跟你说，真赶不上趟了。几点了？还半个钟头，麻溜的啊。别磨叽啊！知道不？先上轿子，下扎耳朵眼儿，一天呢画呀抹呀，这够美的了。我啥呀这是？
哎，刚才跟你说那些事儿就这么办。好，我下午就去那边一趟。有什么状况随时联系我。放心吧，陆总。哎，德玲，你不上来啊？啊，我坐下一排。玉敏，你这2天好吗？希诺哥这个问题是以什么样的身份问的？哥哥，我的老板，还是只是一个普通男人的身份啊？你希望我是用什么身份问的？有些事情，站的立场不同，得到的答案也是不一样的。其实这些天，我想了很多。我总是能清楚地记得希诺哥笑的样子，也总能清楚地记得希诺哥说一辈子都要照顾我的样子。可是我清楚地知道，希诺哥的心已经给别人了。我的心即使给了别人，但是你在我心中的位置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那如果我告诉希诺哥，你在我心里的位置也从来没有改变，你会不会劝我放手啊？有些事情现在告诉你，对你来说太残忍了。但是等到以后你会知道，你现在的坚持是错误的。也许是你错了呢。我一度想去找榴莲，我想让他把你还给我，可是我没有，因为我知道，我的确是可怜的一厢情愿。可是我对你的感情你是抹不掉的，你对我一辈子的承诺你也是抹不掉的。玉米，你在担心什么？我从来没说过我会不照顾你。可是你的照顾跟爱情无关。不过没关系啊，就算你跟榴莲在一起，我也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。我要让你们知道，我会是你们永远的障碍。玉米，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？我也不想啊，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。我也想让我自己笑，我也想让我自己开心，可是我做不到。这种失落感真的是太强大了，强大到我连我自己都不属于我自己了。希诺哥，你要没有事情的话，我就先出去了。陆希诺，你没人性！什么要追我，还送我项链，还什么定情信物，都是赴约。我还等你电话，我还为了你打扮。
我简直脑子进水了！我，陆西诺，你花心大萝卜，你就是个王八蛋，大王八蛋！我是倒了8辈子霉了吗？我才会被你亲。你真的等我电话了？我没有。你以为那天你就那么一吻我，我就爱上你了？我才没有呢。真的？你没有爱上我？当然没有了，我又不是纯情小女孩，还会被那种莫名其妙的吻我就沦陷了，绝对不会。那就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说实话，那个吻，我后悔了。后悔？对，因为你总是口是心非，你嘴巴说着不在乎，可是你心里早已当真了。这样的你，我招惹不起。那天的事还是忘了吧，省得以后见面尴尬。陆西诺，我好不容易下定决心，鼓足勇气跟你在一起，你真的想放弃吗？琳琳，回来了。啊，您回来了。一会儿吃饭啊。嗯。来，洋洋。谢谢阿姨。那辣菜你吃吧。咋的了？不得劲儿啊？不是。作为一个离异女青年，必须发愤图强，努力减肥，争取重新塑造我的人生。你们这些年轻人呐，跟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不一样。我们那会儿啊，那谁要离个婚，那就是天塌下来的大事儿，啊！你看你们现在倒好，拿自己这点事儿还当笑话讲。妈，这您就不懂了吧？我们这代人啊，最显著的特点就是。别管心里放得下放不下，给人的感觉都是特放得下，特想得开，特没心没肺。其实心里早就碎成豆腐渣了，是吧？不信你问他。是啊，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离啥婚呢？他现在心里都住着别人了，没有我的位置了，我硬要住进去，大家都不开心。就跟我现在在那屋子里一样。睁眼闭眼全是我们生活过的痕迹，跟放电影似的。我想明白了，既然人都没了，房子也甭要了。哎，所以就来投靠姐们了，是吧？我一个人要单独出去住，心里真没底儿。阿姨，你知道吗？现在。在这个社会上，一个单身的女子出门在外要千防万防，连电视剧都不敢看。为啥呀？看了就不敢一个人住了。下班吧，怕遇到坏人尾随；进电梯吧，怕遇到色魔。
回到家还是不放心，怕遇到一个变态的房东，给你房间啪安一摄像头。我时常想着想着，觉得生活特绝望，特没安全感，所以就来你们这儿住2、3天。孩子，别瞎想啊！这不是还有阿姨呢吗？还有琳琳啊！你就把阿姨家当成你自己家，想咋住就咋住啊！谢阿姨，阿姨对我真好，就跟亲妈一样。我有多一姑娘嘛啊！得妈，你又被糖衣炮弹击中了。哎，我说刘大庆儿，阿姨对我好点怎么了？我倒是看着你今天心情挺低落的，是不是避开了糖衣炮弹，有点后悔了？是啊，琳啊，今天吃饭为什么一点都不欢实啊？妈没说什么话，我是宠物啊，吃饭还欢实，没什么，就是工作上的事儿。啊，吃饭，饭都给你了，给我干嘛？你减肥呢？吃吧，没去。你吃。我是谁啊？你是杨洋呗？怎么了？你失忆了？谢谢您老人家还记得我。现在你这个样子，我快认不出来了。看出来了。我是谁？你是谁啊？咱俩什么关系啊？说吧，是不是见到陆奇诺了？然后呢？你知道吗？我今天你看我穿成这样，我什么时候穿成过这样？我打扮不都是为了他吗？我知道他出差回来了，结果在电梯口，我做足了表情要跟他微笑，从来没有那么见过。啊，总总你好，没理我，没搭理我，直接人坐电梯上去了，呲儿走了。我面子能搁得住吗？我肯定不能跟他上电梯啊！我气死了！我到公司天天让我大骂了一顿我。再然后呢？再然后他就突然出现在我身后。那最后呢？最后他告诉我，千万不要爱上他。就这么 over 结束了？他以为他陆西诺是谁啊？我会爱上他？自恋狂。刘大谦儿，你就想这样不明不白的结束了？从来就没有开始过，谈什么结束？可是，在我们心里，你们已经开始很久了。刘大谦儿，就像你当时跟我说的一样，有些事情是要面对的。现在轮到你了，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当面再问问他。不问，打死都不问。哎呀，老将一出手，大餐舌上走。哼哼，要问是什么，嘿嘿，还要等一等。亮亮，你这样不吃饭、不睡觉、不洗澡，是不行的。果果，果果，果果。苍生爹，你叫我也没用，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没人能管得了你小祖宗。苍生爹，我想说，对此一点不意外。告诉你啊，掌握好时间，是泡方便面的精髓所在。哎，你灿灿爹的生活技能就是从生活中出发，再潜移默化的传授给你。那这么着啊，老规矩，谁吃的慢，谁洗碗。好啊，1、
2、3，哎。这么快？哎，虎哥，他们2个人多长时间呢？准确点说呢，2小时12分34秒。啊，不是，更准确点说是1天1夜加2小时12分34秒。亮亮，你这样不吃饭、不睡觉、不洗澡是不行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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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这样不吃饭、不洗澡、不睡觉是不行的。亮亮，你这样不吃饭、不洗澡、不睡觉是不行的。西诺牌复读机，打住！你就是跟他说上100遍啊，他也听不进去。我来。过来，来，哎呦，亮亮，你这是上天派下来专门气我哥的是吧？就是认定他，跟着他，可是就是不听他的话，是不是？你这就叫活气死人，不偿命。小声点儿，你别吓到人家了。吃你的饭去。哎，亮亮，咱们到外面逛逛好不好？来，哎，走。好不容易下定决心，鼓足勇气跟你在一起，你真的想放弃吗？我怎么？你是遭受拒绝不甘心，还准备纠缠不清吗？为什么？给我一个理由。没有。他鞋带开了，当然不愿意跟你走了。妈妈，妈妈。心里面藏了那么多事儿，是不是很难过呀？从无锡领他回来之后，
这是他第一次说话，也是他第一次睡着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叫你妈妈，但是谢谢你。他就是那个理由吗？怎么会这么曲折离奇啊？嗨，耶！你咋回事啊？你怎么能就这样把这孩子带回来了？啊？你知道妈把你拉扯大，容易吗？啊，受老罪了。你知道带一孩子要付出多少心血吗？傻呀你！何况他有严重的自闭症。是啊。哎呦，你说这个息怒啊！哎，你说，咱们是不是对他太不了解了？可是你说我咋看，我也不觉得他是干埋汰事儿的孩子呀。是呀，我也没觉得呀。哎，这孩子到底是不是他亲生的啊？我也不知道。不知道你还敢带回来？哎，就算这孩子没有妈妈了，可是他那么大一坨，迟早会影响你跟陆西洛的发展，就是绊脚石，你知道吗？是啊。我跟陆西诺没有什么发展。说啥？咋了？妈，孩子都2天都没吃饭了，你到厨房给做点好吃的去。嗯呐。林阳，啊，你打算把这孩子带到啥时候啊？我哪知道啊？孩子那么可怜，我总不能不管。哎呦妈呀！你说这人是善良好啊，还是不好啊？那不咋那么的闹心呢？